云雷双子尴尬，连忙开口。只是他们二人这一生都很少有去主动溜须的时候，眼下无论是话语还是神情都很生涩。白小纯一瞪眼，他立刻就觉得这云雷双子太没诚意了。不过他也知道分寸，明白自己毕竟是打不过对方，虽有些不甘，可还是打算见好就收。于是咳嗽一声：“行了，既然是误会，我也不去计较了。不过这一路上我被你们追杀得很是狼狈，丢了一个天人魂，还丢了一套叫做云雷人祖100变的神通。哎。”白小纯咳嗽中说完，眨着眼看向云雷双子。云雷双子二人内心都要崩溃了，暗骂白小纯无耻。可是那神通是北脉秘法，不可能给白小纯，哪怕此刻他们被动，也只能开口委婉的拒绝。但云雷双子也明白，此事若不给白小纯交代，怕是很难化解。于是其中一位狠狠咬牙，从储物袋内取出一个水晶，里面封印的正是一缕天人魂。咦，我的天人魂居然在你这里！白小纯立刻惊喜，按道理想到的这个办法的确管用，赶紧伸手一把拿了过来。看了看后，白小纯皱起眉头。云雷双子道友，你们有些过了啊！我明明记得和天人魂一起丢的，还有大量灵石，还有70-80件至宝，还有无数丹药。白小纯说完，眼巴巴地看着云雷双子。云雷双子此刻闻言都要炸毛了，可却不得不压下怒意，实在是他们觉得白小纯要的赔礼实在太多了。该死的，这家伙怎么不去死，居然无耻地说自己丢了这么多东西，这都可以堆积一个仓库了，他怎么丢的？二人尽管憋屈，可却无奈，只能咬牙之下七拼八凑的勉强凑成一些给了白小纯，脸色都已经黑了。白小纯眼看如此，心头得意，也不再继续刁难，正要开口，可就在这时，突然大地猛地震动起来，好似地龙翻身，更有轰鸣巨响，超越天雷，在这八方轰隆隆的彻底爆开，仿佛天塌一般，声势之大，超出白小纯与云雷子之战数10倍之多。且震动的不仅仅是这片平原，还有丛林，还有沼泽，还有沙漠，可以说这一瞬整个试炼之地全部狂震。异变突起，第943集，一枚铜钱。整个试炼之地，无论是沙漠、沼泽、平原还是丛林，此刻全部都剧烈的震动，大地翻滚，苍穹色变。而如今在这试炼之地内还存在的元婴修士，只有几百人，能够在这凶险之地活下来的，要么就是具备惊人的运气，要么就是自身无论是心智还是修为上，都有独到之处。只是此刻，任凭他们如何的自信，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天地巨变震撼。不但是他们如此，就连这试炼之地内存在的那些生灵，也都一个个瑟瑟发抖，似有大难降临。一时之间，无数凄厉的尖叫在这试炼之地不断的回旋而起。出了什么事情？大地颤抖，苍穹云雾翻滚，这是怎么了？那些熬到了现在依旧还活着的几百修士，他们中绝大多数已经不是单独前行，而是3-5成群的聚集在一起。尤其是对于彼此的通讯以及联系更是频繁，实在是在这危险的地方，如果对于外界之事一头雾水，将会使得自身危机更大。此刻所有能彼此联系之人都在神色变化中取出玉简，立刻传音问询。渐渐的，一个惊人的消息就这么的传递开来，有人在沙漠发现了试炼之地的出口，将其开启后，出口形成了壁障，需集合众人之力轰开壁障，才可离开此地。这消息好似雷霆霹雳，瞬间就轰在了所有知道此事之人的心头上。原本因试炼之地的危机，使得不少人心中已经有了放弃之意，可眼下随着出口的出现，顿时就让无数人眼睛发红，心头狂震起来。无论是依旧还是想要去争一争之人，又或者是放弃后只打算离开此地的修士，在这一瞬都一个个猛地看向沙漠的方向。几乎同一时间，但凡是知道了这个消息的人，无论是在任何区域，都瞬间展开全速，直奔沙漠而去。白灵、赵天骄还有各脉的强者纷纷如此。沼泽内，千鬼子双目一闪，身体刹那就化作一片鬼雾，带着孙武与张大胖等人冲向沙漠。丛林内，撼山泰斗宗的那位仙风道骨的天人老者，此刻也目光一闪，整个人化作一道流星，似要撕裂虚无，直接消失。平原中，杜灵飞一行人也在这一刻纷纷看向沙漠，尤其是那位青年，此刻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似在压抑着心中的激动。终于找到了！他喃喃低语时，仰天大笑，身上的气势竟在这一刻好似要爆发，但却被他压下，袖子一甩，直接就卷着众人，以比天人还要凌厉的速度，刹那远去。同样在这一刻，沙漠内有一个女子，脸上带着让人琢磨不透的笑容，坐在一条巨大的沙虫身上，右手随意一指，立刻就有一条沙虫枯萎中化作黑气，被他吸入手指内。而在他的四周，赫然存在了足有数万沙虫。可这些平日里狰狞无比的沙虫，此刻却一个个瑟瑟发抖，似他们眼中的女子，散发着让他们颤抖的气息。你们这些小蚯蚓，当初只是用来喂3鬼的，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一个个都长这么大了。女子轻笑，转头时露出了秀发下那张吹弹可破、
动人无比的俏脸，正是侯小妹。只是这一刻的侯小妹，如果白小纯亲眼看到，哪怕是他，也都很难将这气息诡异的身影与侯小妹联系在一起。不过总算是回来了。侯小妹掩口一笑，目内赫然出现了诡异的双瞳。笑着笑着，她身体一晃，直奔沙漠深处被发现的出口所在疾驰而去。这一刻，整个试炼之地风起云涌，而在平原边缘的白小纯与云雷双子，他们也都很快的就纷纷通过自己的预检，知道了事情的缘由，发现了出口。云雷双子眼睛猛地睁大，此刻再也顾不得白小纯这里，他们二人猛地转身，化作两道长虹呼啸远去。白小纯也愣住，给他传音的是张大胖，在千鬼子的帮助下，使得张大胖的传音可以更广泛一些。白小纯看着张大胖的信息，心头也在震动。出口原来在沙漠，可我就是从沙漠出来的，居然没发现。白小纯顿时有些后悔，自己怎么不在沙漠中好好的找找，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白小纯长叹一声，他明白如今出口的出现声势这么大，将吸引所有人都赶过去，而他距离又远，可以说已经是没有什么机会了。只是白小纯有些不甘心，若那出口在其他区域还好，偏偏就是在沙漠中，不行，就算来不及，我也去看一眼。白小纯狠狠一咬牙，长叹一声，同样向着沙漠之地疾驰而去。一路上还没等白小纯接近，那天地一边再次出现，轰鸣间，一股强烈的，哪怕是在平原中的白小纯也都可以感受到的惊天气息，蓦然间就从沙漠所在的方向传遍四方。远处的天边都成为了黄色，隐隐可见，似乎在沙漠所在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光罩，笼罩八方的同时，如同防护。这光罩白小纯看不到，可却能从天边的颜色上隐隐看出一些端倪。他顿时心惊起来，这出口到底是什么地方？竟还有防护！就在白小纯这里吃惊时，因这黄色光罩的出现，立刻沼泽、平原与丛林这三处区域竟开始腐朽一般，急速的枯萎下去。仅仅是白小纯所在的平原区域，他就看到那下方大地上无尽的青草，此刻瞬间枯死，露出了漆黑的大地时，所有在这平原内的本土生灵全部都颤抖中，身体一样枯萎。眨眼间，整个平原赫然成为了一片死域，黑色的泥土似乎也都失去了所有的养分，干裂起来。这一幕让白小纯心头震颤，头皮都发麻了。不仅仅是平原，还有沼泽，那里所有的生灵全部死亡，沼泽干枯，露出大地。咔咔声下，轰鸣声中，一样龟裂无数。还有那白小纯没有去过的丛林，此刻也都如此。这一切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整个试炼之地除了沙漠外，其他3个区域都成为了死地。不仅仅是白小纯这里震撼，此刻所有赶去沙漠的修士，绝大多数都身体颤抖，看着大地的枯萎，看着地面上那一道道巨大的裂缝，一个个都有种不妙之感。这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一股浓浓的阴死气息也在这一瞬轰然扩散，这气息越发浓郁，使得整个世界似乎都阴暗下来，充满了森然，如同鬼境。这变化太突然又太快，苍穹都浑浊了，看不到云层，只能看到浑浊的天空，好似藏着一只厉鬼，正贪婪地俯视大地。而随着3大区域的枯死，沙漠上的光照更为明显的同时，也比之前瞩目太多。也正是因此地的诡异，所有正向沙漠飞去之人速度更快，其中绝大多数已经不是想要什么天尊弟子的身份了，他们脑海里最强烈念头就是要立刻离开此地。白小纯立时紧张起来，呼吸急促地看着四周，此地阴冷的气息让他觉得有些熟悉，可却来不及多想，急速前行。数个时辰后，当白小纯踏入沼泽内，正要疾驰冲向沙漠时，忽然的，他猛地看向远方大地，在远处的地面上，赫然有一道白光，在这漆黑皲裂的大地上，很是显眼。曾经的沼泽因淤泥掩盖，因腐朽无尽，所以这白光也被遮盖住，毫不起眼。可如今随着大地枯萎，随着裂缝处处，这白光顿时清晰。什么东西？白小纯一愣，身体改变方向，一晃之下就到了白光的上空。低头看去时，他右手抬起一挥，顿时地面震动，碎石掀起，露出了埋在那里的一样法器。那是一枚铜钱。在看到这铜钱的瞬间，白小纯眼睛猛地睁大，脑海刹那间掀起惊天雷霆。不可能！第944集，我走错路了。白小纯呼吸强烈的急促起来，脑海天雷阵阵，内心震撼的程度超出了一切。哪怕他进入这试炼之地后，觉得此地危险超出想象时，那种震动与骇然也都远远不及如今。此刻，实在是他被那出现在面前的铜钱彻彻底底的震慑住了。半晌之后，白小纯脑海依旧不能平静，他右手抬起，将面前的铜钱拿起后，仔仔细细的看了一番，面色不断变换，心神轰鸣更加强烈。这怎么可能？白小纯喃喃低语，这铜钱正是神算子之物，那上面甚至还刻着神算子3个字。白小纯立刻就想起当初神算子丢了铜钱时，曾安豪说那是他的宝物，
上面还有他的名字。拿着铜钱，白小纯身体都控制不住的有些哆嗦了。他清晰的记得，当初自己与宋缺还有神算子三人在生命禁区中那艘诡异的古舟上，在自己的建议下，神算子取出这枚铜钱，要去算一下看看怎么才能离开那艘鬼舟，可却因意外使得那铜钱从其手中脱落，滚入到了甲板的缝隙内，甚至在那古舟的第1层、第2层乃至第3层，白小纯也都没有看到那枚铜钱，好似凭空的消失不见了。而如今他居然在这试炼之地发现了这枚铜钱，这就让白小纯心头颤抖，呼吸凝滞的同时，猛地抬头看向天空。他只觉得头皮发麻，全身从内到外此刻一片冰寒。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看着昏暗无比的苍穹，他的脑海里有一个惊人的念头，这念头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到了最后，让白小纯的面色都苍白了。莫非这试炼之地是那艘古舟？白小纯心头狂震，他明明想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毕竟一个在通天岛，一个在生命禁区，一个是试炼之地，一个是古舟。无论怎么看，无论怎么去猜测，也都无法将这2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更不用说将古舟与试炼之地融合了。只是这铜钱的出现又打破了所有。如果这里真的是古舟，那么天尊把四脉修士送入这里的目的，找到出口的缘由，似乎也能解释了。白小纯越想越是心惊，他已经感受到了，在这古舟上，在这试炼之地内，一定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只是白小纯不想去了解这个秘密。他记忆犹新的是，在那古舟的第3层里，在那梳妆台上，在那镜子面前坐着的那个长发却没有面孔五官、断了一只手臂的女鬼身影。还好守灵老爷爷给我的护身玉佩还在。白小纯吓得赶紧摸了摸储物袋，确定那玉佩还在后，他这才小松了口气。可一想到那女鬼，他依旧是浑身汗毛耸立。或许是我搞错了，白小纯哭丧着脸，喃喃宽慰自己时，他忍不住去回忆那古舟。记得当初最后一眼看去时，庞大的古舟似不像是只有3层的样子。这么一想，白小纯就更害怕了。他此刻抬着头看着天空，眼中依旧残留着不可思议的莫名震恐。难道上面就是第3层？白小纯愁眉苦脸，有心不去思索这个事情，赶紧离开，可心中七上八下的，极为不安。一定是巧合，如果这里真的是古舟，那么铜钱掉下来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裂缝出口，只要去找一找。如果找不到出口，那就说明我是在自己吓唬自己。白小纯连续吸了几口气后，迟疑了一下，还是选择小心翼翼的升空。实在是他若不确定这件事情，心中的不安让他觉得呼吸都困难。此刻忐忑中，他身影一晃，直接就飞上天空，不断的前行中，似要飞到那苍穹的尽头。这一路直飞，他速度不快，神识全面散开中，双眼也都不断的扫向四周，直至飞了很久，他也都没有从这四周虚无里看到哪怕一丝裂缝。整个苍穹虚无，虽浑浊无比，可却很是完整的样子，这就让白小纯的心也都慢慢的放了下来。哈哈，一定是巧合了。白小纯干笑着眨着眼，又找了很久，最终什么都没发现后，他虽松了口气，可新的疑问又出现了。这是另外一枚铜钱呢，还是有人把这铜钱扔到了这里？这2个选择，白小纯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可却没有其他线索了。此刻迟疑中，琢磨着还是去沙漠看看情况吧，单打独斗之事还是留给其他人吧。带着这样的想法，白小纯深吸口气，向前飞去。可还没等他飞多久，突然的，白小纯身体猛地一顿，眼睛睁大，身体又开始哆嗦了。他的神色骤然变化，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在他的前方，看似如常的虚无里，于他的神识扫过中，赫然觉察到了一道若隐若现的缝隙。这缝隙不大，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甚至若非是白小纯距离很近，又神识敏锐，他根本就无法察觉。换了其他原因，更是如此。除非是有天人强者，如白小纯这里，去在这四周指定区域的仔细寻找，否则的话，一样很难察觉在这里存在的这条缝隙。真的有裂缝，白小纯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头皮都要炸开了。尤其是他看了看缝隙，又低头看了看自己发现铜钱的地方，迟疑中将铜钱取出，模仿了一下铜钱掉下去的轨迹后，随着松手，那铜钱直奔地面而去，最终落下的地方与其原本所在的位置不到3丈的差距，这就让白小纯脑海轰的一声，真的是古咒！白小纯尖叫中，身体猛地退后，好似那缝隙对他来说，就如同是凶神恶煞一般。实际上也的确如此。生命禁区的那艘古舟，其诡异的程度，当初给了白小纯极为深刻而恐怖的印象。不说是留下了阴影，也差不了多少。实在是那古舟，无论是甲板上的3面鬼脸旗帜，又或者是第1层的画面，以及第2层的骸骨、摇椅，都让白小纯这里心肝都直打颤。尤其是宋缺与神算子当初的失神，让白小纯紧张无比。而最重要的，则是那第3层好似鬼母的女鬼。白小纯确信，若非自己有守灵人给的玉佩，恐怕当初踏入古舟时，自己必死无疑，绝无生还的可能。天尊以收徒为谎，目的就是要让四脉修士在这里
帮他去寻找出口，而显然他应该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一方面无法从生命禁区踏上古州，另一方面则是不敢在这里亲自寻找。那么他的目的应该就是在找到出口后进入这古州内。这么来看，天尊或许就在我们之中。白小纯哆嗦的后退中，脑海第一个浮现的就是杜林飞身边的那个青年。我之前就感受到了，那下拍脑袋的手感与半神不一样。白小纯一想到这里，顿时就额头冒汗。我居然拍了天尊，而天尊在的地方，公孙婉一定也在。与天尊相比，白小纯最怕的反而是公孙婉。此刻的他再也不想去找什么出口了，也不想去沙漠了，他只想尽快找到张大胖等人后，拉着所有人一起藏着，等待一切尘埃落定后再想办法出去。可就在白小纯后退的刹那，突然的一个悠悠的声音，阴冷无比，诡异非常的从那裂缝内蓦然间传出，回荡在白小纯耳边。既然来了，怎么不进来看看？你又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误会，这是误会，那个我走错路了。白小纯差点吓哭，尖叫中全速展开，就要逃出这里。第945集，第一次吗？可就在白小纯尖叫中想要逃出这片范围的瞬间，一股巨大的吸力猛地就从那裂缝内骤然爆发出来。这吸力一瞬间形成的吸扯，没有牵动四周虚无丝毫，也没有撼动下方大地半点，好似这片世界，这吸力对其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更不用说产生什么波动，也就使得在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外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察觉丁点。只是这吸力不去撼动世界，可对白小纯而言却是惊天动地无可抵挡一般，吸扯之力刹那间就似乎要将他的灵魂乃至修为都吸走，仿佛若白小纯强行去挣扎，那么他的身体或许能逃走，可他的灵魂要被吸出身体，收入裂缝中。更让白小纯惨叫的是，他发现不仅仅是自己的神魂如此，就连修为乃至身体的血液也都这般。如果强行挣扎下去，怕是鲜血会从身体的所有汗毛孔内喷出，被吸入裂缝里。仅仅如此就足以让人肝胆欲裂。可偏偏他的耳边那女子的悠悠阴森之声，正绘声绘色地向着白小纯描绘出一幕似在他感觉很是美好的画面。一定不要放弃抵抗，这样的话才可以先吸来你的神魂，然后是鲜血慢慢的，直至剩下骨头，也省了我去处理。你自己就帮助自己，变成了一盘我的美食了。这声音让白小纯惨呼中心神剧烈颤抖，脑海不由得出现了一个画面，画面里的自己，先是神魂被吸走，而后修为、鲜血、血肉、五脏六腑乃至大脑，直至最后剩下一具骷髅，然后砰的一声砸在地面上。或许因自己是不死骨，所以不会摔得四分五裂。若干年后有人路过这里，会惊喜的如获至宝般将自己的骨头拿走，要么炼成丹药，要么炼成法宝，要么炼成骷髅傀儡。不，白小纯也不想去琢磨这些。可在这吸力下，在对方那话语中，他的脑袋已经控制不住思绪了。到了最后，眼看着吸力惊人，自己所想象的似要成为现实后，白小纯绝望中放弃了抵抗，瞬间其身影就化作了一道长虹，直接被那吸力卷走，吞入裂缝内，消失不见。随着白小纯被吸走，虚无内的裂缝也快速的愈合，慢慢也都隐藏起来。从始至终，这里发生的事情，哪怕是此刻在那沙漠内杜林飞身边那正去破开光照的青年，也都没有丝毫察觉。唯独一样在光照附近，目中带着期待的侯小妹，秀眉微微一皱，有些狐疑的看向沼泽所在的区域。但很快，随着沙漠光照的扭曲，随着即将被破开，侯小妹的目光也收了回来，瞳孔内的期待越来越多，更有激动。终于要回来了，若非万不得已，鬼母，我也不想再回来啊。不过我很期待你看到我时的惊喜。就在这沙漠的光幕似随时可以崩溃时，此刻的白小纯只觉得眼前一花，当清晰后，他已经出现在了一个很熟悉的地方，不大的房间，好似闺房。一张落满尘埃、有着蛛网残破的床，一张梳妆台，还有就是那一面破碎的镜子。呆呆地看着四周这一切，白小纯尖叫起来，身体快速后退，想要寻找出口。但很快他就想起来了，这里没有出口。此刻的他所在的位置，也不知是不是巧合，正是当初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一模一样的地方。而在他前方的梳妆台上，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女子正背对着他，一边梳着头，一边在照着镜子。还有那让白小纯熟悉的毛骨悚然的歌声，在这幽静的闺房内悠悠回荡。白小纯眼泪已经在眼圈里打转了，他实在是害怕，怎么办？怎么办啊！白小纯头皮不断的炸得发麻，那种恐惧，那种惊悚，让他恨不能立刻想到办法离开这里。可显然这个办法是没有的。白小纯只能飞速的从储物袋内取出守灵人给他的玉佩，死死的抓住手中，颤声开口：“姐姐，我不好吃。姐姐，那个你认识守灵人吗？他是我师傅啊，我们应该是自己人才对。还有啊，姐姐，外面有人对你不怀好意啊，你要不要去看看先？不用理我姐姐，我也不想再来啊。你是你把我抓来的。”白小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此刻声音越发颤抖，尤其是看到那女子的肩膀微动，似要回头后，白小纯顿时尖叫着喊了起来：“别回头！你别回头，有话好说。
在白小纯开口的刹那，歌声突然停了下来。那女子依旧梳着头，可却有悠悠之声回荡四周。这是你第一次来？啊，姐姐，你说第一次，那就是第一次。白小纯赶紧认同，如小鸡啄米一般，不断点头。来了之后，你站在那里，不知想些什么。女子依旧悠悠开口，声音带着某种诡异的森然。白小纯刚要点头，可忽然一愣：我第一次来？不对啊，这是我第二次啊，是你把我抓来的呀。没有人抓你，你的2个同伴还在上面呢。女子一指那破碎的镜子，顿时镜子中就出现了画面。画面赫然是古州第2层，宋缺与神算子正茫然地站在第2层的椅子两旁，一动不动。这一幕画面，还有女子的声音，在落入白小纯眼中与耳中的瞬间，白小纯脑海顿时轰隆隆的接连炸开了，呼吸也都强烈无比，却时而断滞。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之前已经逃走了，我回了逆河宗，回了星空道极宗，我这一次是参与试炼之地，所以才来的。白小纯觉得脑袋有些乱，他不想去相信对方的话语，更不愿相信自己从来就没离开过这古州。无论是逆河宗的事情，还是星空道极宗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他在之前首次来到这个房间时一瞬间的幻觉。可却不知为何，在听到女子的声音后，他的思绪好似不受控制，竟自然而然地回忆起来。在这回忆中，他自己也都没察觉，他紧紧地抓着玉佩的手，此刻正慢慢地似要松开。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女子的声音再次悠悠传出，他的肩膀缓缓移动，他的头颅也缓缓转动，只是那梳头的动作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快，似要将其头发都撕扯下来一般。这一幕诡异的画面原本会让白小纯看到后骇然至极，可现在他目中茫然，竟没有警觉。任何人看到了我的样子，都会在心中产生一个自己虚幻出的故事。你的确是第一次来，可却不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面孔。女子声音飘忽不定，在这闺房内回荡时，她的肩膀已经完全转动，她的头颅也从直面破碎的镜子变成了马上就要直面白小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目中茫然的白小纯身体颤抖中，记忆明显错乱起来。他拿着玉佩的手已经松开，在松开的瞬间，在玉佩从其手中落下的刹那，女子的身体如鬼魅般瞬间转头，露出了一张没有任何五官，仿佛一片白纸般的脸孔。在转头的一刻，她的面孔上突然撕裂一道缝隙，好似森森大口，身体更是诡异扭曲，向着白小纯这里猛地就吞噬而来。但就在他靠近白小纯，眼看就要吞噬的瞬间，白小纯右手突然下沉，一把就抓住那枚刚刚脱落的玉佩。抬头时，他目中哪里还有半点茫然，而是一片清醒。其右手更是刹那抬起，连带着玉佩一起，直接就轰向女子吞噬而来的大口。你既然怕他，我看你敢不敢吞下去！白小纯大吼一声，之前的一切都是他刻意做出，等的就是这个机会，眼下已豁出去了。第946集，你不是侯小妹。这一切都是电光石火间发生，快速无比。而那长发女子显然也没想到，以自己的法力展开的神通，竟对白小纯无效。可她毕竟非寻常之辈，在白小纯看去，根本就没有半点可能避开的情况下，这女子传出笑声，身体竟刹那模糊，隐隐有岁月之力似在其身上闪现。在白小纯拿着玉佩与其碰触的瞬间，她的身体已经完全的消失不见。出现时，赫然还是在那梳妆台上，依旧梳着头发，仿佛方才的一切都是虚幻一般。白小纯面色苍白，心脏咚咚的跳动着，好像要爆裂般。对方的神通术法之前并非没有作用，白小纯在刚开始的时候，也的确是不自觉地陷入到了那种奇异的思路中，可也只是一瞬。那在他看去，曾经于天道元婴时消失的念力，竟从其体内不知什么地方突然出现，在他脑海猛地一闪之后，又刹那消失。虽只是一闪，却让白小纯这里立刻就恢复清醒。他心颤时，脑海立刻念头电转，当时就决定将计就计，把握住这个机会，准备绝地反击。只是哪怕他做出了如此准备，可依旧还是无法撼动这女子丝毫。对方最后模糊的一幕，让白小纯震步不已。不是极致的速度造成的模糊，而是好似时光在其身上退后了几息。白小纯一想到对方居然拥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术法，他就更惶恐了，哭丧着脸，正要开口解释一下，化解方才的矛盾。可还没等他开口，那背对着他正在梳头的女子忽然笑了起来。有意思，难怪这个世界的守灵人选择了你的念，果然与我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之人不大一样。算你在内，这艘船上如今已经有2个人，让我很感兴趣了。女子说到这里，白小纯愣了一下，对于此女所说的话语，他有些懵懂。可就在这时，忽然的，这女子声音猛地停顿，蓦然转头，不是看向白小纯，而是看向2人中间处的地面。那地面木头制成，很是寻常，一片空旷。可在那女子看去的时候，地面突然的出现了模糊，终于来了么女子没有五官的脸上，此刻也都扭曲起来，好似成为了一张满是褶皱的白纸。白小纯也吸了口气，紧张无比，看向地面的一瞬，轰鸣之声蓦然间滔天而起。
轰轰轰，好似有人在纳木板下正在大力轰击，试图突破冲出一般。更是在这巨响回荡的刹那，突然的，整个闺房的地面直接就颤抖起来，最终在一声超出之前太多的轰鸣声中，地面直接崩溃。随着崩溃，在白小纯的脑海嗡鸣下，他耳边听到了那女子口中此刻传出的好似鬼哭般的狰狞笑声，更是看到在那地面的崩溃中，有一道道长虹竟从那里猛地冲出。说是长虹，可实际上都是丝线，每一道丝线里都赫然存在了修士的身影，而他们也仿佛在之前被缩小了无数倍，此刻冲出后，刹那间就恢复正常大小。冲出之人足有7、8位，一个个此刻激动无比，更有人发出振奋之吼：“我是第一个！哈哈，千年寿元丹，有我一份！”只是他们的吼声还没等结束，几乎就在他们看清了这四周的瞬间，梳妆台上的女子转过头，继续照着破碎的镜子梳着头，可在她的身后竟有一张大口突然出现，直接就向着这7、8人猛地一吞，快速无比，也就是眨眼间，这7、8人的吼声戛然而止，他们的目中甚至都来不及升起惊恐与骇然，一瞬就被那突然出现的大口直接吞了下去。咀嚼之声传出，白小纯在看到与听到这一幕后，身体颤抖更为强烈，尤其是这声音，更是让他忍不住去想象了一下画面。这么一想，他的面色直接苍白无血。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下一瞬，又从地面的窟窿内再次冲出了数十道身影。在看到这些第二批冲出之人时，白小纯呼吸一促，猛地开口：“这里危险！”他话语间，那第二批的10多人已经冲出，而白小纯一扫之下，立刻就在看清其中一位后，他整个人焦急无比，一晃靠近，狂吼起来：“小妹，快回去！”那第二批的10多人中的一个，赫然就是侯小妹。只不过此刻的侯小妹，她的身上散发出惊人的气息，诡异无比，目中的双瞳格外明显，更有那让白小纯熟悉的且毛骨悚然的笑声，也从其口中回荡开来。“我终于回来了！”在听到这句话以及笑声的刹那，白小纯眼睛猛地瞪大，脚步也都瞬间停顿，额头沁出冷汗，心中狂跳，脸上不自觉地露出无法置信与骇然，失声惊呼：“这个声音，这个笑声，你不是侯小妹，你是公孙婉儿！你把侯小妹怎么样了？”白小纯在惊呼后，眼睛立刻就红了，怒吼咆哮。此刻的侯小妹正是公孙婉儿，她目中露出邪异之芒，娇笑起来：“小哥哥，你还记得我啊？你放心，我怎么会害你的小妹呢？一会我再带她和你玩哦。”公孙婉说着，转头看向那依旧坐在梳妆台前不断梳着头发的女子：“我最讨厌别人用我的梳妆台了。”公孙婉儿皱起眉头，几乎在她开口的瞬间，那坐在梳妆台的女子也沙哑的一笑：“梳妆台是我的，连你也是我的。你以为你找了一具阴体藏魂，隐藏气息，我就无法察觉你的到来了吗？”话语一出，顿时那大口又一次出现，直奔公孙婉儿猛地吞噬而来。可就在这大口来临的刹那，公孙婉儿娇笑一声，全身黑气猛地爆发，形成了同样的一张大口，猛地相互吞噬而去。二人之战就在这闺房内直接爆发，轰鸣中冲击之力扩散四方，好似地动山摇，整个房间都剧烈的摇晃起来，更有冲击之力从那地面崩溃之处爆发，向着四周横扫。四周的那些刚刚冲出的修士，一个个都狂喷鲜血，身体不由自主的倒退开来，纷纷神色惨变，满是骇然与迷茫。他们实在无法理解，明明是试炼之地，可为何找到出口踏入后，居然进入的是这么一个闺房？而此地的阴森诡异，也让他们此刻都神情惶恐，身心俱寒。白小纯气息波动着，事情变化太快，根本就让他来不及思索太多。不过他此刻能感受到，在侯小妹的体内存在了2缕魂，一缕正是那小女孩，还有一缕被压制可却没有被抹去，正是侯小妹。小妹白小纯心头焦急无比，可却没有办法。此刻在这冲击中，她身体被推动后退，直接就撞在了身后的墙壁上。与此同时，咔咔声下，周围的墙壁更是出现了一道道巨大的裂缝。这些裂缝不断的蔓延中，又因白小纯在那冲击卷动下的撞击，顿时她身后的墙壁直接坍塌爆开。在爆开的瞬间，露出了墙壁后方一条似能通往上层的腐朽的楼梯。几乎就在这楼梯显露出来的刹那，从闺房的地面上赫然冲出了第3批人。这批人里有杜灵飞，更有杜灵飞身边的那个青年。可在他出现的瞬间，其速度就刹那间爆发，轰鸣中，一股让这整个战州四都震动的气势，刹那就从这青年的身上滔天而起。更是在这气势的爆发下，他的身体竟自行撕裂，好似穿着一层人皮般。此刻随着撕裂露出的身影，那不怒自威的面孔，那目中好似蕴含星空的深邃，还有其身上散出的如同天地至尊般的气息，正是天尊。白小纯脑海轰的一声，内心忐忑叫苦。尽管他之前就有所猜测，可还是在亲眼看到后，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之前拍过去的那一巴掌。我真的拍了天尊的脑袋。
第947集缘由。此刻的白小纯心中复杂到了极致，一方面是担心侯小妹，另一方面是天尊的出现，让他觉得自己的手似乎都痛了，这就让他焦急纠结矛盾中也都忐忑无比。与此同时，天尊的气势在爆发出的瞬间，整个人就化作了一道残影，直奔那坐在梳妆台上的女子而去，口中更是冷哼一声：“鬼母，以为躲在生命禁区，有那老不死的家伙护着你，本天尊就拿你没办法了吗？”话语间，天尊一出手，就赫然有整个通天世界的气息爆发出来，隐隐的在他的前方出现了通天世界的缩影，呼啸间直奔鬼母。公孙婉儿也是如此，一晃之下与天尊联手杀向鬼母。这一切太快，瞬间那梳妆台就崩溃爆开，这闺房内更是风暴横扫，一切闪躲不及的修士顿时就在这风暴下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刹那就成为血肉，形神俱灭。只是那鬼母的身体在天尊杀来的刹那直接模糊，出现时已在了另一侧，没有五官，可却满是扭曲，似能吸收四周一切光线的面孔内传出了阴冷的声音：“通天道人，你只不过是个准天尊而已，真正的天尊之力是你想象不到的，更不用说你居然牺牲族人来探路，藏身其中的行为本身就已经不配成为庇护一族的天尊。守灵人在这一点上没选择你是正确的，不过我倒真的很感谢你，把我的这个被古天君一剑斩下的手臂化作的分身给我送到了我的面前。我为了找他，不惜追入这里，又被守灵人凭着世界意志对我限制，困在这生命禁区，无法与外界沟通，无法离开。不过总算结束了。如今你们在等我，而我又何尝不是在等你们？”鬼母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身体一晃，竟绕开天尊。虽看不到表情，可在他身上明显露出了兴奋与激动的气息，直奔公孙婉儿。“你才是分身，我们的目标都是离开这片世界，都是要回家。这一次，我要吞噬了你，成为这一代鬼母。”公孙婉儿面孔扭曲，声音也尖锐起来，没有闪躲，而是冲向鬼母。瞬间，二人就直接厮杀起来。一旁的天尊冷哼，对于鬼母的讥讽无动于衷，同样出手。顿时三人之间碰撞轰鸣震天，这战周不断的颤抖，闺房不断的崩溃，四周所有踏入之人也都在这波动下，只是被一碰触就立刻身死道消。实在是三人之间的争斗，对于外人而言凶险太大，而白小纯这里虽已是天人，即便肉身强悍，也都狂喷鲜血，面色惨白，神色骇惧中急速后退，就要冲向楼梯离开。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同时在这四周那些残存之修也都颤抖中拼命赶来，想要逃出这里。其中就有云雷双子以及太斗汉月宗的那位仙风道骨的老者，只不过此刻的他们俱都披头散发，狼狈无比。就在他们争先恐后想要冲入楼梯时，天尊、公孙婉儿以及鬼母三人的争斗越发激烈起来，甚至都有通天海水凝聚在一起，化作了拳头大小的色泽浓郁到了极致的水球，在鬼母身上爆发开来。而这一战似对公孙婉儿极为重要，他劲猛地张开口，顿时就从其口中吐出了一把满是铁锈的长剑。此剑一出，威压惊天，带着某种无上威严，直奔鬼母。这把剑，白小纯看到过3次，其中第2次是对方与守灵人一战时施展，第3次则是现在，而第1次则是他还没筑基之时看到的陨剑，形成了陨剑深渊的那把大剑。古天君的剑居然被你炼化，有点意思。鬼母笑声依旧，双手猛地一挥，顿时他的四周鬼气漫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直接就将天尊与公孙婉笼罩在内。轰鸣中，白小纯呼吸急促，神色惶急，速度也都展开到了极致，刹那就第一个踏入到了楼梯处，没有半点迟疑，直奔上方而去。此刻他的心中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与判断，天尊三人的对话配合白小纯所掌握的消息，他的脑海里已经对此事有了一个轮廓。这所谓的天尊收徒，根本就不是为了收弟子，也不是为了恢复天尊的修为，更不是有什么针对四脉的计划，这完全就是一个专门为这古州酝酿的阴谋。因这古州在生命禁区，哪怕天尊也都无法正面到来，所以才有了四脉修士的进入，去寻找出口。这一切都是因为天尊想要在不被引起注意的前提下，用另一个办法踏上此州。至于这艘古州的来历，此刻的白小纯也都大概清晰了，他的脑海翻腾着大浪，他的眼中带着震撼。他之前在蛮荒时就知道，这片天地外存在了一个更加庞大的世界，应该是在多年前，在那个大世界里，在靠近通天世界的边缘，鬼母乘坐着这艘古舟，与一位叫做古天君的强敌厮杀，最终他被古天君的飞剑直接斩下了一条手臂。那把剑与手臂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坠落到了通天世界里来，这也就是当初陨剑的来历。随后失去了一条手臂，修为跌落的鬼母侥幸逃出升天，可却不甘心自己的手臂消失，于是在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后，追入到了通天世界，想要去寻找，可却在降临的第一时间就被守灵人察觉，凭着其本身的天地意志，
生生的将这凶悍无比的鬼母限制在了生命禁区内，使得其无法与外界沟通，更无法去寻找他的手臂。就这样被困在生命禁区内悠久岁月，甚至很有可能，生命禁区本身也是守灵人在巅峰状态下为了封印鬼母而创造。而那把从天降临、带着一丝天道气息的大剑，落在了通天东脉下游修真界内，从此之后成为了下游修真界的筑基之地。此剑曾经所斩杀的亡魂，也因这场意外诞生出了煞魂。在这中毒的煞魂内，有一缕魂就是鬼母的手臂所化，正是夺舍了公孙婉儿的小女孩。鬼母手臂所化之魂缠绕此剑，融入其中，原本浑浑噩噩，不知何时才能苏醒恢复记忆，可却因白小纯的丹药，小女孩提前苏醒。苏醒之后，她恢复了记忆，虽想要离开这里，可却本能的不愿意去靠近其本体所在的生命禁区，于是才有了与天尊的第一次合作。有了蛮荒大战，其目的就是想要在其本体被限制的情况下，离开这片世界，回归家园。只是计划虽好，但守灵人不惜展开五脏秘法，从天而降，使得小女孩的计划彻底失败，重伤逃走。而当初守灵人之所以放过了小女孩，很显然这是守灵人与鬼母的约定，因为他们已经算定了无路可走的小女孩必然会选择第二条路。这第二条路是与天尊进行第二次合作，他来找出避开生命禁区、进入古州的方法与坐标，从而打开大门，使人进入其内，从其内部寻找通往第三层的出口。其目的就是要反客为主，吞噬鬼母，化做主意识，成为新的鬼母。而显然报答天尊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其彻底完整后，修为也随之恢复到了巅峰后，将会带着天尊乘坐此舟离开这片世界。而显然天尊对于公孙婉儿也有警惕，有其自身的打算，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试炼之地。他一方面需要大量修士去寻找出口，另一方面也需四脉修士去探路，而他藏身在众人之中才可最安全。同时侯小妹之所以会被通天岛选中，也是因其体质适合公孙婉儿，能将她的气息全部隐藏起来，不被鬼母察觉。第948集生命禁区，这一切虽都是白小纯综合之前听到的对话，还有自己在蛮荒的经历以及想象，在脑海里勾勒出的此事的完整因果，可他有种感觉，哪怕自己所分析的不是全部正确，也至少对了七七八八的。这就让他心中震动的同时，不由得想到了守灵人，实在是他无法不把这件事情与守灵人联系在一起，甚至仔细回忆，怕是当初蛮荒绝世之战中，守灵人就已经算到了这一点，算到了每一步，这是其计划的补充。白小纯心神一动，他知道当初的蛮荒绝世之战，守灵人是打算击杀天尊的，可惜最终没有成功。但眼下白小纯有种强烈的预感，守灵人的杀机手段如今展现出的是第二次。若是绝世之战成功也就罢了，一旦失败，那么这艘古舟就是专门为了天尊而准备。所以他给了我那枚玉佩，其目的除了让我安全通过生命禁区外，更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让我在他的这场算计天尊的计划里不会因此送命。白小纯越想越是心惊，他实在无法想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脑袋，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借助一切能用的所有手段，施展出这种惊天算计。天尊这一次怕是又要失败。白小纯捋顺后不由得吸了口气，心头却很是不安。他不在意天尊，而杜林飞有其父亲在，也会无碍。此刻的他心中唯独在意的就是侯小妹的安全。通天岛上，我第一次看到侯小妹时，她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被小女孩占据身体，是在第二天，我当初那种阴冷的感觉不是错觉。而方才侯小妹体内奇魂的波动还在，她没有被吞噬，想要救下她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其体内的小女孩直接轰出。白小纯嘴里犯苦，这个办法他知道，可他的修为在这场决战中根本就无法起到作用。就在他焦急时，这古舟第三层的冲击与波动蕴含了无比的毁灭，轰鸣震荡，直接就把他卷入楼梯口。眼前一花时已离开了第三层，刚一出现，他立刻就看向四周，正是那古舟的第二层。白小纯不甘心，想要回头，可第三层冲击扩散，使得他无法进入，他只能压下焦急，另想办法。而此刻云雷双子还有泰斗和月宗的那位原本仙风道骨的灵仙上人也紧随其后被卷了出来。至于元婴修士所有方才的3批踏入者，已经全部在天尊鬼母这一战的冲击下身形碎灭，魂飞魄散。而杜林飞等人则是在天尊出手间就已经将他们收入到了储物袋内，如今很是安全。第二层内格局与当初白小纯到来时一样，那摇椅依旧在摇晃，面前那2具融合了一半的骸骨也依旧保持着诡异的融合姿态，四周的所有都充满了森然的寒气。可这一次白小纯与之前不一样，他不再是元婴，而是踏入了天人。此刻刚一出现，他呼吸急促中神识猛地散开，形成威压，直接笼罩那摇椅。这摇椅猛地一顿，就在其停顿的瞬间，白小纯刹那靠近。他之前第一次来这里时就对这2具骸骨兴趣极大，实在是这上面的不死卷与长生卷的气息对他有致命般的吸引。只是那个时候他的修为还不是天人，更是心惊，
且感受到了强烈的生死危机，所以只能放弃取走的想法，以逃命为主。可现在一切不同了，白小纯非常的明白，自己或许永远没有第3次来到这里的机会了，一旦错过，就会成为遗憾。所以他没有半点犹豫，刹那间就冲了过去。几乎在他冲过去的同时，楼梯处云雷双子以及泰斗汉月宗的老者也都相继飞出。他们与白小纯不一样，在踏入这里后，明显被这第2层震动了一下。等他们注意到白小纯的举动后，白小纯已一把抓住那2具骸骨，正要拿走，可他的面色却猛地一变。几乎在他抓住这2具骸骨的刹那，他竟感受到了自己体内的不死血居然自行的沸腾起来，更是从这2具骸骨里的那具金色的不死卷骸骨内涌现出磅礴的气血，顺着白小纯的手掌直接钻入其体内。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就让他的不死血在原有的基础上直接多出了1滴。这一幕对白小纯来说，直接就震撼他的心神。只是眼下实在不是他去吸收修炼的时刻。白小纯呼吸一凝，压下心中的震动，猛地一把将这2具骸骨收入储物袋内。白小纯，你拿的是什么？泰斗汉月宗的老者立刻开口，目光炯炯。哪怕在这危机关头，他似也有了贪婪之心。若是换了不知道白小纯背景前，云雷双子必定也是如此。可眼下天尊就在下面，他们就算是胆子再大，也都不敢啊。白小纯根本就没理会泰斗汉月宗的老者，收了骸骨后，他立刻直奔楼梯而去，想要去第1层。这楼梯当初虽有诡异，使得白小纯无法回去，可眼下他天人修为，一眼就看出了端倪。只是就在白小纯要过去的瞬间，那泰斗汉月宗的老者猛地阻止。白小纯，我等都是天人，同时到来，此地的宝物见者有份，你想独吞，滚开！白小纯本就因侯小妹的事情焦急心烦，又因知道了其他人所不知道的隐秘后，心神不稳。如今这老者又纠缠而来，他顿时就爆发了。话语一出，白小纯直接就展开撼山撞，轰鸣间向着老者猛地撞去，气势更是崛起，形成威压，使得那老者也都神色变化，迟疑后立刻避开。就在他避开的一瞬，白小纯横冲而过，直接就踏入到了楼梯口，没有迟疑，一步走出，顺着楼梯直奔上方。云雷双子也紧随其后。那老者面色阴晴不定，冷哼中同样飞出。几乎就在白小纯等人顺着楼梯要踏入第1层的刹那，突然的，这第2层的地面直接就崩溃爆开，无数碎木向着四周击射的同时，天尊、公孙婉儿以及鬼母竟从第3层杀到了第2层。他们刚一上来，彼此的神通形成的冲击就化作风暴，将这第2层横扫，无数建筑直接摧毁的瞬间，白小纯也一步之下踏出了楼梯，出现时直接就到了第1层。这第1层与当初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变化，四周墙壁上的壁画栩栩如生，只是白小纯当初就看过。此刻一眼不扫，直奔楼梯就要踏上甲板。可云雷双子与那老者却是在踏入这里后，立刻就被四周的壁画吸引，3人明显身体狂震，看着画面，眼中露出迷茫。没有理会3人，白小纯神色焦急，一晃之下，顺着楼梯疾驰，眨眼间就直接冲出了这古舟的隔层，出现时赫然站在了古舟的甲板上。远处天空昏暗，四周大地古海弥漫，甲板上的旗杆3面哭笑鬼脸狰狞。吴风自动目中所看的一切，来自四周的压抑，还有这生命禁区内特有的气息，让白小纯将体内最后一丝怀疑也都瞬间消散了。真的回到了这里，白小纯喃喃中，他身下的甲板突然爆开，云雷双子与泰斗汉月宗的老者喷出鲜血，面色苍白的急速冲出，在他们的身后，赫然有3道身影直接从这战舟内冲天起。鬼母，今天你在劫难逃，我要吞了你！公孙婉儿发出凄厉之音，冲向鬼母。天尊面无表情，可速度却是极快，刹那临近，逼得鬼母节节败退。也正是此时，随着甲板与第3层的地面被打通，很快的，试炼之地内幸存的修士陆续的都急速飞出，一个个直接就出现在了甲板上。看清了四周以及天空的战斗后，所有人都呆在那里，身体颤抖，无法控制的吸气，心头更是骇然到了极致。天哪，那是天尊！这里是什么地方？出口居然是一艘舟船，这怎么可能？我们在哪儿？还在通天大陆上的人群内，白灵与赵天骄重伤，被张大胖扶着，3人此刻都心头狂颤，呆呆地看着四周。只有宋缺在人群中，此刻身体颤抖，呼吸强烈，目中带着无法置信，猛地看向白小纯，似想要确认一下，这里是生命禁区。白小纯情绪低落，声音也都低沉，缓缓回荡。第949集，骄傲如他。生命禁区，环绕在通天区域与蛮荒之间的生命禁区。天哪，我们居然出现在了这里！随着白小纯话语的回荡，四周所有修士都在听到后神色狂变，一个个吸气时神色更有骇然与震惊。他们虽都是元婴修士，可如今先是经历了试炼之地的凶险，随后又亲眼目睹了天尊之战，眼下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后，
心神顿时就有些要崩溃了。实在是这一次的出行，其凶险的程度超出了他们所有人的想象，同时其诡异曲折也是如此。在这之前，没有人能知晓所谓的试炼之地居然是一艘古舟，也没有人能猜到所谓的天尊收徒根本就是一个骗局。或许用骗局来形容有些夸张，天尊大可在此事之后随意找一人收为弟子，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彻头彻尾的被利用，让他们心寒，只是却不敢表露丝毫。眼下在听到这里居然就是那传说中有来无回的生命禁区后，众人岂能不崩溃？也正是在此地舟船上绝大多数修士绝望时，天空上天尊以及公孙婉他们二人与鬼母的一战也已到了惊天动地的程度。轰鸣之声不断的在这四周回荡，使得生命禁区的古海大地也都掀起波动，无数骨头直接粉碎，苍穹好似要被撕裂。那是天尊的道法引来通天海之力形成的惊人压迫，而公孙婉也已经是拼了一切，比之前面对守灵人时还要狰狞狂暴，不断的想要去吞噬鬼母。白小纯很是紧张，抬头望着天空上的这一战，他不关心天尊与鬼母，他只在一吼小妹。只是他如今哪怕天人也都没有资格去参与这种程度的斗法。就在白小纯看去时，忽然的天尊目中露出金芒，低吼一声：“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这一次我全力助你完成融合。”他话语如天雷滚滚，回荡八方时，竟深吸口气，双手掐诀之下，顿时他的四周通天世界的缩影幻化，通天海环绕四周，好似要形成封印，刹那间就直奔鬼母镇压而去。气势在这一刻滔天而起，这是天尊从出手以来最强的一次展现，实在是他与守灵人那一战伤势不轻，虽被他压下，可在战力上多少受到了影响。而眼下显然他已不惜代价全力出手，顿时天地陡然巨变，风云卷动，诡异如这生命禁区也都颤抖震动起来。那股来自通天世界缩影的威压，还有通天海水的凝聚，使得鬼母身体一顿，似被牵住，没有五官的面孔此刻明显起了扭曲之意。同时天尊右手抬起，一指鬼母：“我的世界内，你必须弱。”这句话传出的瞬间，那世界缩影就猛地光芒闪耀，笼罩四方，使得被牵制在内的鬼母气息如被压制，直接就削弱了大半。鬼母，你是我的！公孙婉发出尖锐之音，趁着这个机会，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穿梭虚无，刹那就出现在了鬼母面前，猛地张开大口，顿时从他七窍内钻出大量黑气，形成了小女孩的面孔，目中带着贪婪与激动，向着鬼母那里狠狠一吞。通天道人，你那句话是对我说呢，还是对他说呢？就在这危机关头，鬼母忽然声音悠悠传出，带着诡谲。身体急速后退时，双手掐诀，顿时从他身上就爆出无穷黑雾，这些雾气化作一头头厉鬼，此刻嘶吼咆哮中，向着四方不断的冲击，试图破开天尊的世界缩影笼罩。他声音回荡的一瞬，公孙婉目光一闪，天尊那里也是皱起眉头，冷哼一声：“雕虫小技。”话语间，天尊向前一步走出，右手抬起时，顿时苍穹翻滚，风起云涌间，赫然在天空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手掌。这手掌带着无上之力，从天而降，直奔鬼母来临。四周有世界缩影压制，苍穹有天尊之手灭绝而来，鬼母自身气息又被削弱。危机中，他身体猛地停顿下来，有凄鸣之音从其体内蓦然爆发。天鬼图式！他话语一出，其身体轰的一声，竟自行溃散，化作一圈黑雾后，这雾气再次扩散，形成了第二圈、第三圈，直至最终形成了9圈黑雾后，这些雾气在蠕动中，竟从里面钻出了一头头厉鬼。这些厉鬼数量惊人，一个个咆哮中环绕所在之圈，不断的奔跑，速度之快，眨眼间就在这疾驰中，使得那一圈圈黑雾越发翻滚，居然成为了风暴。一共9层风暴，此刻重叠在一起，散发出一股让白小纯心神震撼的恐怖气息。这气息似能压制天地法则，不断的崛起中，更是在众人的目中看到，风暴的尽头似与苍穹连接，更是不断的扩散，仿佛要撑爆天尊的世界缩影。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天尊的手掌以及世界缩影已然落下，与这风暴碰撞在了一起，世界似乎都颤抖起来。鬼母神通化作的风暴，此刻竟无法抵抗天尊这全力一击，直接就崩溃开来。随着崩溃，那些黑气扩散四方，勉强汇聚在一起，凝聚成鬼母的样子。可明显的，鬼母的身体模糊了不少，此刻急速后退，竟能凝聚世界之力加持。通天道人，我小看了你！鬼母声音凄厉，此刻正要后退，可公孙婉速度太快，刹那间就直奔鬼母而来，一瞬就临近，其雾气化作的头颅张开的大口，此刻猛地就吞噬过去。瞬间，被天尊出手削弱之后的鬼母，就与公孙婉这里直接就纠缠在了一起。这一幕让白小纯在内的所有人都呼吸凝滞，眼中露出骇然之意。白小纯还好一些，可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他们首次看到天尊出手，
那种世界缩影之力让他们升起了一生都无法匹敌的强烈感觉。而明显的，在天尊的压制下，公孙婉儿占据了极大的优势，竟在这与鬼母的纠缠中不断的吞噬下，此消彼长，气息越来越强。原本的他根本就不是鬼母的对手，如果说魂分10成，那么公孙婉儿占据的只是2成，有8成都在鬼母这里。可是现在随着吞噬，公孙婉儿的魂已经从之前的2成达到了3成，4成眼看就要达到5成。而鬼母那边此刻似焦急无比，但在那世界缩影的压制下，似乎于事无补，任凭他如何挣扎，也都难逃此劫。天尊站在半空中，冷冷地看着这一幕，没有去帮助，只是全力操控世界缩影镇压。他镇压不了守灵人，因守灵人与他都是这世界之人，可对于外来者，凭着他世界之力的压制，可让他占据极大的优势。白小纯神情变幻，呼吸都透着紧张与焦躁，他也不知道心中对于这一战该偏向谁，他只焦急侯小妹的安全。很快的，公孙婉儿的魂已突破了5成，成为了6成，甚至向着7成不断的扩展，完全的占据了优势。可就在这一瞬，天尊嘴角露出一抹笑容，看来鬼母的确是虚弱了，若真有诈，能如此去赌，我就算是输也都认了。低语中，天尊目中露出果断，又等了一会，在公孙婉儿的魂占据了7成的刹那，他猛地双手抬起，口中传出好似世界之声的巨响：奴印风。他话语一出，四周的世界缩影顿时扭曲，居然在眨眼间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封印，向着公孙婉儿那里猛地封了过去。这封印之力滔天，带着明显的强制性，甚至其内还有岁月之力蕴含，显然绝非临时展现，而是在很久之前就一直酝酿，此刻爆发。白小纯在感受的一刻就心神狂震，他虽没有认出这封印的来历，但却看出一旦被此封印落下，那么强悍如公孙婉儿也必定会被强行烙印下印记，使得从此之后成为天尊之奴。这正是天尊的计划，骄傲如他，世界之主，他岂能甘心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与其赌公孙婉儿会完成承诺带他离开，不如去在对方即将成功的一刻将其封印成自己的奴仆，如此一来才符合他的行事做法以及最终需求。而这封印因威力太大，所以也的确需要时间去准备。实际上当年第一次与公孙婉儿相遇，二人约定蛮荒绝世之战前，天尊就已经有了此心，开始准备了。第950集各显神通。此刻一出手，封印之力轰然爆发，使得世界缩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将公孙婉儿笼罩在内，正在不断的收缩。可以想象，一旦完全收缩，那么公孙婉儿就将成为天尊之奴。只是公孙婉儿居然没有露出丝毫意外，反倒是目中闪现幽芒。准备了这么久，通天老贼，你等的就是我吞噬主体的这一刻吧？不过，难道你以为我就没有准备吗？你太可笑了！记住，这一次你的失败，源自于你对我所在的世界根本就不了解，也不知道这艘古舟的真正力量。公孙婉儿笑声尖锐，在传出的瞬间，他目中光芒一闪，顿时白小纯等人所在的古舟猛地就震动起来。在这震动下，一道道黑芒瞬间从这古舟的每一根骨头上闪耀，最终整个古舟好似形成了一个黑色的发光体，光芒如黑曜般齐齐向着战舟上那面古朴的八卦镜汇聚而去。通天老贼，在这之前我不用去准备什么，因为有守灵人大敌当前，你不敢对我强行封印。而如今当你认为有把握时，你却不知我的准备就是这古舟。我是鬼母当年的左手幻化，而鬼母的左手掌握的就是这战舟的封印之法。我等的其实也是你向我出手。镇魔镜，给我出来！公孙婉儿笑声诡异，飘忽不定中，古舟的黑芒随着他的话语又一次爆发，轰鸣中竟从这战舟的所有区域汇聚到了八卦镜上，使得那镜子此刻强烈震动，陡然间就爆发开来，化作了一道强光，直接轰向天尊。天尊面色阴沉，右手抬起一挥，天地震动中，那强光竟没有崩溃，只是被天尊挥舞中倒退开来，于半空竟凝聚成为了一尊巨大的身影。这身影穿着黑色铠甲，通体漆黑，唯独双目内跳跃着绿色的火焰，身上爆发出的气息更是充满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波动。此刻一晃之下，直奔天尊而去，更是从其口中传出闷闷低语。临兵斗者这4个字的传出，这黑甲身影气势再次攀升，好似一片黑色的海水，向着天尊的世界缩影封印直接撞击而去。开天辟地般，八方震动，虚无坍塌。白小纯等人也都心神狂颤时，那世界封印之力竟出现了松动，似无法收缩烙印下去。天尊面色有些难看，他虽知道自己在算计公孙婉儿的同时，对方必定也有准备，可却没想到他的准备居然是这艘古舟。实在是他若没有在蛮荒受伤，有太多办法可以化解，只是眼下他修为不稳，战力受损严重，这就让他心头的躁怒之意也随之浓郁。不过就算如此，又如何？我的准备又岂能只有一道？天尊目光一闪，
右手抬起一挥，他的一根手指竟自行与手掌脱离，猛地飞出后，居然在半空中化作了一块巨大的山石。这山石通体紫黑，看起来毫不起眼，可随着天尊左手一指，顿时这山石就爆发出一股让所有人都呼吸凝重的气息。这气息似能镇压一切邪魔。此刻幻化在半空后，直接就融入到了世界缩影封印内，使得这世界缩影封印之力顿时比之前更为强悍的爆发出来。轰鸣间，直接就使得那黑甲身影无法抵抗，倒退开来。天魔石，该死！你怎么会有这哪怕在外界也都罕见的天魔石？公孙婉神色终于狂变，这天魔石在他的记忆里，就算是外界也都不多，每一次使用都将消散，属于耗废品。其对同族之人没有作用，可对外族之修，其作用之大，能在一瞬间镇压无尽。眼看危机，公孙婉此刻顾不得继续融合，保持在魂占据70%的程度。他发出一声尖锐嘶吼，右手掐诀一指，顿时那把外界强者古天军的铁剑立刻就幻化出来，被他一把握在手中后，向着四周收缩而来的封印一剑斩去。与此同时，那黑甲身影也好似要燃烧一般，目中绿焰闪动着疯狂，口中传出低吼，皆阵列在前。随着吼声的回荡，这黑甲身影的气息一下子就狂暴无比，身体正急速的碎裂，可在这碎裂中，其体内有一股让这世界都震动的气息正在喷薄，仿佛在这危机关头，他燃烧了自己的一切，换来眼下即将爆发出的惊天一击。模糊间，这气息仿佛穿透了通天世界的苍穹，居然在天空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外似乎正是外界的天地，隐隐的好似有通天世界外的法则，以那黑甲身影为引，以其崩溃为路，正急速的降临而来。一旦来临，哪怕只是一瞬间的到来，也一样是两个世界规则的碰撞，其威力之大，破开世界缩影封印，似不是不可能。这一幕幕让战舟上的白小纯等人一个个都目不暇接，实在是天尊与公孙婉之间从联手到内斗变化太快，各自后手又极多。如今似一切明朗起来，鬼母虚弱，仿佛已无力回天，而公孙婉身为鬼母掌握封印之法的左手，幻化而出的魂能操控八卦镜，此刻不惜崩溃此宝，要换来惊天之力，配合其手中的铁剑，要去轰开封印。至于天尊，他虽在蛮荒被重创，可他的准备更为充分，先是世界缩影奴之封印，随后又是天魔石，一切的一切都是专门克制公孙婉，尤其是其掌握的时机，是公孙婉无法移动，处于吞噬融合的关键时刻。乍一看分不清谁更有优势，可就在黑甲身影全身彻底碎裂，苍穹漩涡中外界的世界规则要降临下来，配合公孙婉手中铁剑要去斩破封印的刹那，局势在变。天尊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从容，带着轻蔑，淡淡开口：落在我的世界里这么多年的一把剑，你真的认为它已经被你掌控？只不过是我让你觉得你已经将其掌握而已。天尊话语一出，目中猛地就爆出金芒，这光芒居然好似剑芒一般。他左手抬起，向着公孙婉手中的铁剑倏地一指。这句话传出的一瞬，公孙婉面色陡然之间急速变化，可还没等他去做出什么举动，他手中的铁剑竟猛地不受控制，不但脱手而出，更是一转之下，剑锋并非直奔公孙婉，而是一晃之下穿透封印，直奔苍穹漩涡。白小纯眼睛一直瞪得大大的，呼吸一会儿凝结一阵急促，甚至很多时候忘记了呼吸。实在是这一战逆转太快，似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心机与手段，难以看清结局。尤其是这一刻，允剑居然在很多年前就被天尊暗中操控，可却仍在那里，任由公孙婉苏醒后去融合。这一切让白小纯不寒而栗，内心对于这天尊的算计谋划之深，已经是心惊肉跳了。他到底谋划了多少年？莫非他很早之前就知道公孙婉会苏醒？不！公孙婉惨然尖叫着，目中首次露出绝望。那把铁剑速度之快，好似一道破天而去的箭矢，一瞬就到了苍穹尽头，在碰触那漩涡的瞬间，轰然自爆。这自爆形成的灭绝之力，直接就将那漩涡淹没在内，使得这能牵引出外界世界规则的漩涡，在这一刻被强行抹去。更是在那漩涡不甘心的溃散中，反噬之下，那黑甲碎裂的身体剧烈摇摆，目中的幽芒也都暗淡下来，似有遗憾，全身的碎裂一下子就爆发了，轰鸣中直接就四分五裂。这一切逆转的太快，眨眼间，公孙婉的手段全部被天尊化解，而那世界缩影的封印，此刻也急速收缩，向着内部的公孙婉猛地烙印过去。成为我的法奴，借助你的操控，我就可以用这艘战舟被外界世界规则接引，不需要开门也能离开这里。而如今明皇新任，力所不足，守灵老鬼虚弱无比，谁还能阻我？天尊激动振奋，更有傲睨的声音此刻回荡四方。他看着那急速缩小的世界缩影封印，似乎成功近在眼前。可偏偏就在这一刹那，绝望中的公孙婉，他的意识里突然的传来了鬼母那飘忽不定、悠悠中可却仿佛蜘蛛在握般的声音：我的左手现在
你的选择呢？是成为这通天老道的法奴，还是选择与我融在一起？我来带你回家。第951集，白小纯的誓言。你突如其来出现在脑海的声音，让公孙婉儿瞬间就明白了一切。他表情慢慢变得苦涩，目中已有明悟。你如此去赌，不像是我们的性格。最终，公孙婉儿在心神里苦涩的开口：“的确不是我们的性格，不过我赌赢了。”鬼母悠悠开口，心底在这一瞬，对于当年与他约定后又给他出了此计的这片世界的守灵人，有了深深的敬畏之意。不愧是远古的那位存在遗留之念。鬼母深吸口气，实际上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在赌。失去了左手后，他不但修为跌落，更是对于古咒的操控也很是勉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了左手的封印之力，就无法打开镇魔镜，召唤出其内他这一生最强的神通，也就是那三面鬼幡。云雷双子尴尬，连忙开口。只是他们二人这一生都很少有去主动溜须的时候，眼下无论是话语还是神情都很生涩。白小纯一瞪眼，他立刻就觉得这云雷双子太没诚意了。不过他也知道分寸，明白自己毕竟是打不过对方，虽有些不甘，可还是打算见好就收。于是咳嗽一声：“行了，既然是误会，我也不去计较了。不过这一路上我被你们追杀的很是狼狈，丢了一个天人魂，还丢了一套叫